今天向我们投稿的网友叫做橘子，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。橘子向我们介绍了他在高中时期认识的一个男孩的故事。开头是这么写的：爱情出现在青春里，就像食物出现在口腔里一样，再圆满不过。只不过我的爱情是一场放梅止渴，不，你应该这么说，你说，只不过我的爱情是一场口腔溃疡。高一开学的那一天，橘子去的迟了一些，所以说他到了教室里的时候呢，几乎已经没有空的座位了。他就找到了第一排最角落最靠门口的一个位置，坐下之后就发现呢，同桌是他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好朋友。橘子呢也非常的庆幸，他说如果不是这个同桌是我好朋友的话，往后的几个月大家都不认识，可能都没有人说话了。他还蛮开心的，跟自己的同桌聊了一会儿之后呢，就聊天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发现从门口进来了另一个同学，一个男孩，高高的白白的。橘子说这个男孩在我们一众农村小孩当中特别的显眼。这个男孩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小强。小强梳了个精致的中分头，我一直不敢梳中分头，因为跟个汉奸似的。他梳了个精致的中分头，配上痞痞酷酷不苟言笑的表情，当时橘子就想，哇，好拽好帅。小强进了教室之后呢，就发现教室里没什么空位了，于是自己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一个桌子，自己呢就坐到最后一排，趴着就开始睡觉。后来班主任来了之后说，咦，你怎么坐最后头啊？哪儿来的桌子呀？你往前坐吧。于是呢就把小强调到了前头第二排，正好在橘子的后面，两个人呢就成了前后排。后来在分小组的时候呢，自然而然的两个人也就成了一个小组。军训完之后呢，正式开始上课之后，座位啊等等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调。老师呢会根据他们的比如说成绩的排名是不是捣乱，有没有犯过错来衡量，然后来排位。就是我们的小强呢经常迟到，然后橘子呢之前呢也弄丢过一张字帖，可能是作业吧，老师呢也挺不开心的，就觉得这两个人很难管，于是呢就把他俩放在了第一排正中间，正好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看着他们，两个人呢也就成了同桌。在宿舍里头呢，两个人也是头对头，很快呢就熟悉了。之后呢就是日常，熟悉之后呢，两个人一起吃饭，一起上下学，一起回宿舍，一起洗漱，一起在深秋的凉风里用凉水洗头，等等等等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吧。一起在大课间吃一个掰开了的苹果 and so on。由于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橘子就发现每次他跟小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格外的放松。橘子说不管干啥我都想和他在一起。这就对，有点显现出你们的这个什么了，你们的故事了。有一次流行感冒，流感的时候呢，小强呢就得了流感。当时呢，橘子说，我看着高大强壮的他一直在咳嗽，没精打采的，也不吃药，就硬挺着。下课的时候，橘子就主动跑到小强跟前说，你吃点药吧，你怎么病成这样了？你再出点什么事儿？但小强呢就趴在桌子上，头也没抬，就说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好了，顶一顶就过去了。我就是那种生了病之后我不吃药，我会顶的，硬顶过去的人，因为我觉得吃了药之后我以后就会有抗药性。橘子呢说，我越看越心疼，于是呢自己就跑到了医务室给他买了药。给的时候呢就比较尖酸刻薄嘛，说给赶紧吃吧，我给你买的药，你别死在这儿了，太恐怖了。然后小强呢就说谢谢，于是呢自己就吃了药。橘子说，在人群当中我总能一眼找到他，因为他像发光一样。这个就是确实，每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人群那么多人，你肯定能精准的一眼看到他，这个人好像浑身都是金光一样，你看到他之后。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呢，小强当然也会给橘子站好这个食堂里的位置。然后呢，这个每当橘子跑进食堂之后，小强就会喊他，哎，在这边。橘子说，我都会假装没有看到他，让他自己站起来招手喊我。然后呢，橘子说，我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有面子，让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么帅的帅哥是我的好朋友。确实蛮抽象的啊，你这个人。两个人呢也就经常比如说日常嘛，两人经常呢比如说在宿舍里说说话聊聊天，有的时候呢橘子特别喜欢阴阳一下小强，然后比如说哎呀哥哥你真棒等等等等。所以说呢每当小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可能就很不舒服吧，就浑身上下可能起鸡皮疙瘩，可能就浑身上下就很颤抖吧。于是呢小强就会跑到橘子的床上，两个人呢就一起打闹。橘子说他真的很壮，一个手能捏住我两个手，把我按到床上之后坐在我的背上，另一只手轻轻捏我的脸，一只手捏住你两个手，然后捏你的脸。有一次呢，两个人打闹到了他的床上。这个时候橘子才发现他的床非常的硬，才发现他床上只铺了一张床单儿。人家练功呢，板凳功呢，人家这武林高手，这个硬的这个床板上就铺了一个床单，也没个褥子啥的。后来又发现呢，他呢只盖了一个毛毯。橘子说，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拿出了入冬的棉被了，然后他呢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这怎么这么硬邦邦，你就盖一个毯子？然后小强说，哦，我这晚上冷的睡不着觉。橘子呢就特别的
怎么说呢？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于是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被子给了他，把自己的褥子给了他，说那我把我的褥子给了你吧，我这个褥子还软软的，铺到你的床上吧。然后呢，橘子又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拿出了自己一个就是大长棉袄，那种加绒的长棉袄羽绒服嘛，然后呢就给了他，说那个什么就盖在你身上吧，等等等等，就这么盖，一直盖到了疫情期间，后来就封校隔离嘛，双方就都回了这个家。于是呢，橘子就说：“我的天呐，这么冷的天他居然就盖个这个，一直在想他这个人是不是个傻子。”俺就送往吧。因为两个人相处的比较久，所以橘子呢就一直在怀疑，他在怀疑什么呢？怀疑自己呢究竟是不是个 gay， 因为自己确实蛮喜欢小强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橘子就给我们回忆了他在上初中的时候，他初一的同桌小夏在上课的时候呢，总会悄悄的怎么说呢？捏着自己的手，总会自己握着自己的手。下课的时候呢，小夏也会躺在自己的怀里。那个时候呢，班级里的女生也说：“那个橘子，你跟小夏，你们两个人太那个什么，你们两个人简直就是一对儿，你们俩是 gay。”橘子说：“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自己也是个 gay， 因为我跟小强相处之后呢，我对他并没有反感，而且呢，跟他贴在一起之后还特别特别的舒服。”这个确实比较那个什么，后来呢，小强谈恋爱了。小强呢是被班级里的班花表白了，班花呢是一个超级大美女。那个橘子说，我现在想想他俩人真的是超级的般配，一样的校服在普通人的身上就是一个苦命的高中生，但是没想到加到人家俩身上那就是情侣装，那就是好看，妥妥的校园男女主，就觉得人就是证明一下人家俩郎才女貌呗。那个时候呢，小强还是被班花倒追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强也不是很喜欢那个女孩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怎么着还是同意了。他俩谈这个，橘子知道他俩谈恋爱呢，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说：“哦，那个原来你跟班花这个在谈恋爱呀。”橘子说：“我瞅着他尴尬的笑着，我也没有说话。”那天回寝室午休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睡觉，就是特别的郁闷，特别的难受，特别的难过。等到午休醒了之后呢，小强就主动找到橘子，你帮我个忙呗，怎么样？橘子就很生气，橘子说：“你让我帮什么忙？你让你女朋友帮忙呗，你直接问她呀，你干啥呀？”橘子就特别生气，就好像嘶吼一样，就喊了一声。当时宿舍里所有的人都 What's wrong? What's wrong? 大家都惊呆了。橘子说我也惊呆了，我也挺尴尬的，于是赶紧就解释：“我跟你闹着玩的，那个什么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”就是那种感觉吧。橘子说就那种感觉，心里那种模糊的情感吧，我确定我可能是喜欢上他了，我就是喜欢上他，而且我可能是在吃醋。整整一个下午的课呢，橘子都没有听得进去课，因为呢很尴尬，因为中午发生的那件事情嘛。他说我没听进去，也没跟他说话，因为我害怕，就是我只要一说话我就生气，我就会去怼他，而且呢，我每次怼他的时候他也不还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说呢，你看，就是讲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就发现橘子和小强两个人之间微妙的关系。其实小强确实也是拿他当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，等等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后来呢，下午他们去上这个体育课，体育课解散之后呢，一般来说一解散呢，他们俩人就会走到一起。但是这次呢，两个人都有所犹豫，但是呢，还是走到了一起，两个人要玩嘛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班花跑过来了，班花呢不开心，扭捏的找到了小强。小强说：“你可别看我了，你也别跟我一块走了。你看你那个女朋友都成那样，你赶紧去哄哄你对象去吧。”然后呢，在橘子的注视之下，小强就带着班花女朋友两个人手拉着手去压马路了。橘子呢说，我就只能回教室写作业了，也没心思吃饭，很伤心。晚自习的时候呢，我写作业，睡觉，也没有搭理他，他也没搭理我。最后呢，到了宿舍，在熄灯之前，我给他道了个歉，然后呢，他呢也同意了，他也接受了我的道歉。在小强确定关系之后呢，小强的那个女朋友总是会给小强带一些零食啊、酸奶啊等等。这个时候呢，橘子就向我们介绍了他的那所破高中。他这个破高中就是衡水模式，什么吃的都不让带。每次返校的时候，大门口会有人查，打开书包，打开你的行李箱，看看里头有没有这个零食。过分了吧？我要是这个家长的话，我一定会非常生气的。有病！这种学校就典型的有病。就跟过海关一样，要打开行李箱搜查。然后他们学校的小卖部呢，也只卖矿泉水和文具，这什么吃的也不让带。学校也不卖个零食。你先不说卖不卖零食吧，你长身体的高中的同学，你喝个牛奶，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总可以吧？饭呢也不让带出食堂，就是你吃完饭之后你就不能有任何吃的。而且呢，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是特别容易饿的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早上7点40左右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，到了
第2节课课间我就开始饿了，所以我的抽屉里总会准备着一些面包、火腿，就是吃2口，省得我就饿得我胃疼。中午也是，晚上也是。半夜了，我可能有的时候还起来还得吃点东西。所以说，你说那，他说这饭也不让带出食堂，天天饿得跟狗似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每次呢，人家这个班花嘛，总是会给小强送一些酸奶，酸奶上还写着 Love you， 爱你哦。每次小强呢拿到酸奶之后呢，还放到自己的桌斗里，也舍不得喝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橘子呢就心生一计，就想着跟他开个玩笑，于是呢就把那个酸奶怎么着呀，放到了自己的抽屉里头，然后藏起来了。等到这个小强回来之后说：“哎，我的酸奶呢？”橘子说：“酸奶我喝了呀。”小强突然就特别的生气。等会儿打个嗝。小强呢，当时脸直接就黑了，就开始直接骂橘子，就可能骂的也不好听吧。橘子说：“我一看情况不妙，就赶紧把酸奶拿了出去，因为我也怕他打我。”他骂了我2句之后呢，我就把酸奶放到了他的桌子上。他一看，哎，酸奶没喝是开玩笑呢，也许小强也是有点愧疚吧，也就不怎么说话了。橘子呢也就不说话了。橘子说：“我也知道了，现在对于他来说，我也啥都不是了。”橘子说：“然后我就开始想办法自己变直一点，心里默念，这只是青春期的悸动，我是男的，喜欢女孩，这个我只喜欢女孩，我喜欢男孩，我也不是变态，仅此而已。”但是呢，他虽然这么说的，但每次橘子看到小强之后呢，这个还是有点弯吧，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弯，等等等等。就在这个橘子特别想要把小强忘掉，从自己的生活圈里踢出的时候呢，又发生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是有一次呢，橘子把自己的作业本借给了隔壁班的同学，隔壁班的同学抄完之后呢，就在他的这个练习本上就写了一句话，说：“哇，你写的字真好看，你人也好看，字儿也好看，你真那个什么。”就送回来了。送回来之后，橘子一看对方夸自己了，就挺舒服，挺开心，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，就被小强看到了。小强说：“他夸你，你高兴干嘛呀？你那么高兴了啊？把这页撕了吧，真恶心！你也不嫌恶心，人家夸你，你还高兴，恶心死了！你赶紧给我撕了。”就有一种那种占有欲的感觉吧。橘子说：“但我还是黑着脸把那一页给撕了。”再后来呢，就是要分班，文理科分开，然后呢要分开考试啊，然后要分班，两个人呢没有分到一个班。不在一个班，也不在一个楼层。当时橘子呢说我都快要哭出来了，特别的伤心，就这个很哽咽，都要哭了。小强呢就看着橘子，橘子说：“你看你爹干嘛呀？丢死人了！”就觉得自己很那个什么。但是呢，小强也是安慰了安慰橘子，说：“没事啊，咱分了班，咱俩就永世不能再见面了，没有啊，对吧？继续那个什么吧，以后呢还是一起吃饭等等。”橘子说：“我平静了一会儿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他呢就摘下来我借给他的手表，我看他挺喜欢这个表的，于是呢我就送给了他。我说这个留个纪念吧，以后呢你也别忘了我等等。”之后呢，两个人就各自去了新的班级班宿舍，各自去了新的宿舍。但是呢，橘子到了这个新的班级里头呢，确实过得也不是特别好。橘子到了新的班级里头之后，等会儿我把鞋脱了，冷死了。橘子呢到了新的班级里头呢，过得不是很好。首先呢，就是到了那个教室里头之后呢，第1周有一个物理的考试。考完试的那节课呢，他的新同桌呢就说：“哎，刚刚考试的时候有一道题我没有写出来，你写出来了吗？”橘子说：“我写出来了。”说：“那你能把那个步骤或者把你的卷子给我看一看，那个步骤是什么吗？”橘子说：“行呀，好呀。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被班长给记下来了。第2天呢，班主任就把橘子叫了过去，说：“你说什么话呢？你说什么话呢？你为什么上课要捣乱？等等，就开始批评他。”橘子说：“我刚想要跟他解释，那个老师说我不听你解释，我应该信你，我还是信班长啊？我肯定信班长啊！等等等等，说那个你说你成绩这么差，你还给人家讲题，你凭什么给人家讲题？你影响到别人怎么办啊？”然后那个新同桌呢，本来就是这个班主任带的学生，也就说了他2句，以后上课别说话了啊，就把他赶回去了。所以说橘子呢就挺生气的。老师呢说：“你以后再说话，你也就别在教室里待着了。”那一节课呢是让橘子在那个门口早读的。橘子呢就挺生气的，然后呢就瞪了他一眼。老师一回头：“你瞪什么瞪？你不服气吗？”橘子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不服气。”就是那种感觉吧。然后橘子呢就觉得特别的委屈，就想回到原来的班。然后呢他就找到了小强，跟小强说：“咱俩别学理了，咱俩一起去学文吧。那个我想让咱俩在一个班。”小强呢就同意了。但是没过多久呢，两个人又都反悔了，毕竟这是自己的学习嘛，你不能一起用事嘛。橘子呢就告诉了小强自己被新班主任怼的事情，说到最后自己还哭了。
小强呢就安慰他嘛，你那个班主任就不是个东西，怎么样，哎呀，你也是太倒霉了，碰上这么个什么，怎么样，说这个分了班也不是见不到面了，以后呢，你那个新老师在针对你，你可以来找我呀，两个人怎么样。后来呢，橘子呢就开始努力学习，也开始试着不再去想小强这个人，但是呢，每次在人群当中仍然还是能一眼看到他。后来呢，确实我们的橘子也比较努力，后来的几次考试呢，进了班级的前10，这个成绩也特别的好。有一次呢，这个在早读的时候，后桌同学呢就跟橘子说，那个我想借一借你的笔记。橘子回头把笔记送给了后桌，然后又被班长记了。又被班长记了。上课的时候呢，班主任说你又捣乱，你出去吧，你别再听我的课了。说你成绩再好一点点，你装什么装？你有什么可装的？你也不尊重个老师啊？怎么样？你还敢瞪我什么的？就把他赶出去了，让他在外头听课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，橘子又去找到了小强，说我怎么样，就在那哭。然后呢，小强就安慰他，别哭了，怎么样？那个傻子怎么，就又聊了聊天。再后来呢，有一次晚自习，橘子的同桌和橘子的后桌，他俩人在玩五子棋，被班长发现了。班长说：“你俩怎么在这儿那个玩五子棋啊？”就把他俩的名字给记上了。橘子一看就乐了，就开心幸灾乐祸。班长说：“你笑什么笑？把你也记上，把橘子也记上了，把橘子也记上了。”然后那个班长就橘子就特别生气，你凭什么记我的名字？就跟班长吵了起来，吵到一半，班主任进来，你跟班长吵，出去，又把橘子赶出去了。橘子说我又出去了。橘子说我真倒霉，班主任在班里细数我的10大罪行，并让我以后上他的课自己拿着书在外面站着上，还特意给我挑了个门口的最后一排，不让我在前头坐着了。老师的队伍里也是有坏人的。我不是很理解，就是为什么一个老师会对一个学生有这么大的恶意。如果说他真的做了很多坏的事情的话，你这么做，你先不说对他有没有恶意吧，你可能就放弃他了，对他视而不见了，无所谓了，这也正常。但是你怎么能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恶意呢？我觉得挺过分的，这个老师真的挺过分的。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呢，班主任又训了他就是很久之后，而且他在班里的这个可能也是班主任老师针对他吧，他在班里过得也不是说特别的舒服。但是呢，橘子说我这次并没有再去找小强吐槽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不能当我的情绪垃圾桶。对。后来调到后排之后呢，后排嘛，可能学习好的不多。橘子调到后排之后呢，发现他的新同桌居然经常在外头卖零食，就是卖给卖给同学零食。就这样遇到了一个爱说话、爱做生意的同桌。橘子学也学不进去了，每天看小说、下五子棋，然后找同学买零食。买了零食之后呢，3天2头的还会跑到小强的宿舍给小强一包零食。后来呢，就跟小强的这些舍友也混熟了。舍友就问说：“你俩是啥关系啊？这玩的这么好？”橘子说：“我们是好兄弟啊。”小强说：“我们俩是好哥们儿啊，对吧？”但是在那一学期的期末呢，橘子的成绩就越来越差，几乎就是已经是班里的倒数了，确实也比较那个什么。老师呢就发现他的成绩越来越差，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，老师也许也是有点针对橘子吧，就觉得橘子特别捣乱啊，怎么着的，老师就特别生气嘛。又一个晚自习，老师呢，班主任呢就怒气冲冲的冲到了班里，开始指桑骂槐，说有些同学不爱学习，不尊重老师，就说了很多，越说他越来劲儿，越说越来劲。橘子说我都已经免疫了，无所谓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听着他说话，我居然笑出来，并且笑出声了。班主任听到他笑了，破防了，然后黑板擦就扔过去了，说的就是你还笑 ，get out， 滚出去，明天让家长过来，要么你就回家反省。然后橘子说：“嘿嘿，家里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根本就不可能来。”然后自己就被撵回家了，回家反省3天，加1万字的检讨，就很神奇，就真的很神奇。后来呢，就是这个期末考试完之后呢，橘子他的成绩呢并不是倒数第一，而且呢也没有进倒数前10，成绩并没有说想象中的特别的差。但是呢，数学是倒数第一。妈妈呢就看着成绩说：“你看，你这还是得努力学习，怎么样，努力学习等等，就是也是给了他上了点压力吧。”后来呢，橘子跟小强2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，小强也是说，玩这个什么吧，玩游戏吧。我接下来我要带你玩这个王者荣耀等等一些游戏。之后呢，2个人呢就经常在一起玩游戏。橘子虽然说玩得很烂，但是小强呢每一次都忍住了。小强虽然带他带得很累，但是每次都忍住了，还是很耐心的在带他。
后来呢，到了暑假开学之后呢，他的原来的这个针对他的班主任就被调走了，他的日子呢也过得好了一点。开学的时候呢，就是当时橘子就答应了小强说，我们家有橘子，等开学的时候我就把橘子摘了，然后让你尝尝我家橘子特别特别的甜。于是呢，开学的时候呢，橘子就拿了一堆橘子跑到了小强的寝室，并且呢给小强写了一封绝交书，放到了他的床上。橘子说，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想要放弃这段关系吧。但是没想到小强收到绝交书之后呢，他自己写了一封检讨书给了橘子，说我不想跟你什么，我错了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橘子说，我觉得我又行了，这说明他在乎我。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小强对于橘子也越来越温柔了。那个时候的小强开始健身了，有的时候呢，小强会背着橘子，说他会驮着我做深蹲、俯卧撑，说我太瘦了，让我多吃点。然后我俩开始用同一张水卡，这样又多了一个去找他的理由。有次午休的时候，我起得比较早，跑到他的宿舍去掰他的眼皮儿，让他醒，他也不生气。就这样到了寒假，成绩也提高了，关系更亲密了。寒假因为疫情在家里上网课，每天问他题聊得多了，直到有一天知道他分手了。橘子觉得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熬出头了。那天呢，他分手了，他不开心，两个人出去吃饭，小强呢就喝多了，喝大了。小强就说自己特别的难受。这个橘子说，那难受，那我给你写作业吧，帮他写完了作业。当时就想着给他表白，但是害怕，也就算了。就这样慢慢的日子呢一天天的过，到了这个高三。到了高三之后呢，依旧会隔三差五的去找他，但时间一长发现橘子跟小强没有什么话说了。橘子说，我好像跟他没什么话了，而且我好像不怎么喜欢他了，就似乎就成了怎么说呢，成了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了，就没感觉了，一点感觉都没了。以前他驮着我做俯卧撑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，现在他驮着我做俯卧撑做深蹲什么的，我已经没感觉，不但没感觉，我会觉得不舒服，开始有排斥，生理排斥的现象了。所以说呢，橘子说，我也开始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了。临近高考的时候，我去他宿舍找他，他的室友就问我是不是喜欢男的，问我是不是喜欢他，我说我才不是呢，我说我傻呀，我才不喜欢他呢。最后呢，到了高考结束，成绩出来之前，两个人去县城里玩了一天，看了电影，抓了娃娃，吃了火锅，吃了烤肉，在路口分别的时候，沸腾了3年的爱意在那一刻冷却了，似乎对他的执念也释怀了。高中开学时，我在人群里看到他，而现在我看见他消失了在人群当中。人家说不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本来浑身光芒的他，突然在那一刻失去了光芒了，就变成灰色了，好像消失在人群当中，我再也看不到他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这个故事呢，它其实也不属于一个直男节，属于一个从爱到不爱的一个感觉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和你的初恋，或者说你一直暗恋的那个人，有没有不爱的时候？